院长好，麻烦请卓院长，请卓院长，也许。卓院长好。我想说，先针对我们板桥有一个地方人士非常关心的一个都市计划，跟院长澄清啊哈，因为这个都市计划已经拖非常久了。当初新北市政府第一次是102年的时候送到内政部，后来因为退回公展，又整合地方意见啊，所以整合了8年，110年再送到内政部哈，这就是我们的福州都市计划。那110年送到内政部之后呢，内政部在111年的2月开了第一次的都委会的专案小组，然后因为觉得8年过太久了，所以又退回，要新北市政府再次公展再整合地方意见。然后新北市政府112年10月又报内政部，那目前呢又开了2次的专案小组一次是在今年5月7号，另外一次是9月26号。那我特别利用我们总咨询的时间跟院长讲是因为这个都市计划真的很久了，那也经历了蔡总统时代了历任行政院长，过去有行政院长跟内政部长到了我们那个地方都被地方的里长问这个都市计划，就都答不出来。结果地方人士就觉得说政府好像很不重视这个都市计划所以我今天特别利用这个机会来跟院长当面跟您报告希望说你也来关心这个案子因为这个福州都市计划大概对我们地方发展很重要当然第一个它是有非常多的都市更新的规划第二个它也有帮助到我们泰板轻轨的新建，因为泰板轻轨的部分道路必须要经过区段征收，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都市计划一直没有通过导致于我们地方有很多污水下水道也没有办法新建。那当然这个都市计划通过之后，对于中央的社会住宅的新建也有相关的配合，因为也会提拨5%的地，诸如此类，还有安全的问题所以我在这边希望院长可以承诺因为实在拖太久的，能不能我们设定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在明年中的时候，可以让这个专案小组的可以送到大会去，不知道可不可以？委员过去的努力，我确实不是真了解，但我知道现在9月26号内政部正在召开都委会的专案小组。那个院长，请部长来说明。这样子了就是说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在这边提因为呢拖太久了，所以每一次专案小组都在前情提要，你知道吗？部长来说，我先说明一下我的一些问题了因为每一次专案小组都在前情提要，都在讲说之前发生这个案子是怎样，为什么？因为实在拖太久了，所以这个又浪费了非常多的时间。然后每一次专案小组跟专案小组中间又隔非常久，你看上一次是5月7号，后来就排了9月26号，5月7号之前又更是新北市政府是半年前就提报内政部，半年之后才安排专案小组，这其实都是浪费时间。然后再就是这一次专案小组所提出来的结论我看到也是觉得非常的我不太能接受了因为他说叫新北市政府呢再提供有一些路段它排为区段征收的原则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叫新北市政府去调查那个福州当地的现况以及违章工厂使用情形，这些东西这些资料早就有了。结果你隔了这么久开的专案小组，还叫人家在做早就做的事情，这就把这个都市计划的审议变成一种作文比赛，感觉好像就没有很想要这个都市计划通过。所以我就是在这边请院长关心请部长关心。我补充一下好吗？我补充。我现在我还没讲完请院长关心，请部长关心，这个拖很久是我们地方的期待。我跟您可不可以设定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我们希望明年中的时候把它送出大会，然后你每一次会的中间的间隔短一点，然后不要一直前情回顾，然后也不要一直要求地方作文比赛。那这是我们地方期待。我知道院长过去也做过立委嘛，也是民意代表出身，我们都接地气、懂民心，部长也是，不知道可以吗？叶委员，我补充一下这次第4次的会议在10月31号就要召开，然后所牵涉到的问题不是像你所讲的这个所谓的作文比赛，而是因为如果有一些人程案，现在的人程案有227件，有56案的变更，这个部分呢就必须要新北市政府跟我们的内政部一起来共同解决。新北市政府都有啊，部长，因为你也不了解这个案子你现在在念资料而已了我已经把我诉求讲了。我要跟你讨论，这里面院长可以吗？你讲的那个下水道的部分。院长可以吗？可以吗？院长。就是明年中设定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嘛。我们是有阶段性的目标在往前推动，没有错啊。尽量啦，好不好？不愿意听。
你现在就念资料而已啊，你也没有了解我们这个案子啊，你也没去开会啊。但是你刚刚有提到污水下水道的部分呢，我也要跟你讲污水下水污水下水道是因为要经过区段征收，因为污水道下水道要经过一些公有土地嘛，那边就是卡住了嘛。经过区段征收重划之后就可以新建。新北市政府在10月1号的时候已经提送了这个谢谢部长设计报告。你不要因为我还有其他议题，你这边念资料就等于有点浪费我的时间。没有，我已经跟你讲，我们现在的实际进度。我们可以请内政部把这个开会的时间把它弄得缩短嘛，紧密一点。然后希望在那个更换专案小组的学者专家之前，可以赶快送大会，否则要解决争议，不然就是要一直要前情提要。一直要告诉新的委员说这个发生什么事情，每个案子重新解释一次。不要一案一案解决。不要插我的话，这个是都市计划的案子，你也要插话，这不是政治议题。你是习惯性插话哦。对不起，对不起。不是部长，你真的很奇怪，我在讲都市计划，你也要插话。部长可不可以节制一下？从头到尾都那么客气，你也要这样。抱歉，大家保持互相尊重，好不好？好。委员他是你下去了，我要换下一个议题了。积极向委员说明清楚。不是，他讲的都是念资料，这我都知道，这跟我诉求无关嘛。这跟我诉求无关嘛。我们希望反映地方意见，希望这赶快通过嘛。不是说你拿了那个人家给你的资料，你来念，你上来之前根本没听过这个都市计划。好了，请你下去啊。好，谢谢。院长，接下来我想跟你请教一下，刚刚国防部发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啊，就是10月10号的时候，中共要射火箭，这个事情知道吗？他现在已经发布，国防部已经发布了。这个很长一段阶段，他都在台湾的。没，刚刚不是啦，我问你刚刚的事情啦，刚刚发布了啦，说已经要射火箭，要会通过台湾了。我们希望这可能是不是之前讲的国安单位掌握的联合利剑 B？ 当时就已经说了会发射，可能会发射中程导弹嘛。没有错。我希望他的演习是针对他自己所辖有效范围内做他自己军事的演练，对于这种妨害到区域安全、印太地区安全跟稳定的动作，希望中国能够有所节制。你在这边呼吁他节制，他就会节制吗？不会，不会嘛？那所以你的因应作为是什么？我们做好自己的准备。什么啊？就是所有的过程，我们要请军方单位能够详细的了解，甚至监控，了解过程。不会对院长人民造成任何的威胁。因为有关于中共联合利剑 B 这个计划，已经讲了2、3天了啦。是。那你现在是说要请国防部了解？我现在事先都没有掌握状况吗？没有，一直有了解。一直有了解。那你现在掌握的状况是怎样？很多事情我不便在这里说哈。不便状。那我们因应作为可以说吗？因应作为就以前现在这个不只是联合利剑 B， 它过去有很多的演练呐，我们都持续在了解。对，我现在是当然是这样。院长，我现在是针对非常具体的问题在问你。几天是我们的国庆，我现在针对非常具体的问题在问你。防卫当然会。那你告诉我 SOP，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然后全国台湾民众要注意什么？那政府的作为是什么？你现在告诉大家嘛。过几天我们的国庆，我们还是以我们。那过几天人家已经都要发布了，我们还过几天？国庆我们还是以我们国内的国庆这个。我们就反正他演他的，我们就办我们。国安上面的问题，委员请放心。不是国安上面问题，民众想要知道，因为军演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问题。那您是我们国家的最高行政首长，当对岸发布这样讯息之后呢，我们国人非常的紧张，我们希望政府稳定民心，告诉大家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或者是我们什么都不用做，然后我们政府绝对会因应很好。那政府的因应作为是什么？就是请你告诉大家嘛。国防部发布这个讯息，就是向国人表达，我们对所有的状况都非常的掌握清楚。我们要掌握，然后那我们因应作为是什么？我就说在国庆当中，我们办好国内的国庆。我们的因应作为就是他发射他的导弹，然后我们来办我们的国庆。军方一定提高。这2个不同的事情嘛。他发射他导弹，我也要吃饭啊，我今天也来总咨询啊。我们等一下该怎样，这是一回事嘛。我现在讲是针对他发射导弹，我们的因应作为是什么？我们的因应作为不是办国庆，国庆是本来我们就要做的事。我讲那因应作为是什么？说当天是国庆，所以我们也一定提高我们的各种在国防上安全的监控，这个是一定。除了国庆之外的前后呢？我们都有一直了解他所有的这个演练的过程，但是我们也不希望。所以院长第一，对方了解，知道我们了解多少。我们有了解就对了了哈。我们之前就掌握他要发射这个中程导弹嘛，之前就掌握。当然不知道，但是之前不知道哈。利剑 B 这个我们听我讲才知道的。
不是联合利剑那兵。你什么时候？不是我说那个火箭呐、发射火箭是听我讲才知道嘛，因为你被绑在这里，你都在旁边。这个是有听我讲的啊，哇，我这很荣幸哦，成为了告诉你这个重要讯息的人。那你说我们也有相关因作，只是不能说嘛，是不是？我们也不希望对方，我们不希望对方知道了哈。好，那我想也问不出来了哈。那也有可能是目前没有因作为，你要去开会讨论也有可能啊，或者是不会。那总统府会不会召开国安会议？你应该也不晓得嘛，对不对？总统要不要召开国安会议？总统自会有他的判断哈。对。OK， 好。但即使不召开形式上的国安会议，在国庆这一个阶段当中，对国家安全的维护一定是提高警好，那院长，那我就来问一个您可能会知道的东西的，因为你礼拜五中午的时候要跟韩院长吃和解饭嘛，对不对？参叙。参叙啦哦，所以和解饭这3个字不是您讲的哈。我希望这是一场快乐的参叙。那和解饭这3个字怎么出现的？那媒体给我们媒体报的哦。那这个参叙就是只是一场参叙吗？是我们希望能够会不会那个和解饭吃完就是吃了一顿饭，就是大家觉得那个鸡汤很好喝。院长跟我邀请的是3个党团的。好，那院长你期待达到什么效果？我们期待国家继续往前走，预算能够互相了解。预算怎么样？预算能够互相了解。互相了解嘛，因为刚刚我听你跟廖先祥的答询呢，你觉得现在卡在立法院不了解您的立场嘛，对不对？是嘛？哈，你刚刚是认为都是立法院的错嘛？多次了。那你都认为这是立法院的错？那在和解饭的时候，你会这样子教训立法院吗？说都是你们不了解我们呐，还有立法院怎么可以随便通过法律呢？叫我们来执行你们的预算呢？你会这样教训？像刚刚这样子去教训那个副总召，还是教训那个韩院长吗？怎么会用教训？那你会用什么方式跟他沟通？怎么会用教训2个？那会用什么方式沟通？我们在参叙的前后跟中间，我们都可以表达对，因为您的立场其实我们都非常了解哈。但是我觉得你如果能够，我觉得预算能够顺利的正在实质上的去审查，那将来对遗留下的问题。那院长你会讲到说，哎呀，治水预算一刻不能等啊，所以你们总预算赶快复委啊，你会讲出这种话吗？我心里这么想，但是我认为心里这么想过。现在的治水预算，因为台风风灾所造成的一些灾害，要重建的治水预算，不是早就在你的手里了吗？这不是去年通过的吗？这是今年度的。对，今年度嘛，所以那明年还有。讲的是明年，是不是？明年555亿。所以你跟大家讲一刻不能等，讲的是明年，是不是？明年的预算一刻不能等。那这样啊，院长，一刻不能等，以后治水预算都不要送来立法院了啦，你直接行政院签马上通过了啦。如果你一刻不能等啊！要求大家这样要求，我也不一定敢这么做啊！哇塞，这民主国家行政院长居然会讲出这种独裁的话，我也是非常讶异的。你听清楚哦，我说你这么说，大家也不敢这么做哦。我说我也不敢这么做。我问你啦，总预算是审到明年的总预算是审到几月几号？因为你要听清楚，你要误解我。我说你这么提议，大院通过，我也不敢这么做。明年的总预算是审到几月几号？明年总预算审到几月几号？当然希望今年度能够完成啊。今年度是到12月31号。对嘛？所以现在你一直讲一刻不能等，好像是现在立刻要通过一样。我说明年度的12月30号啊，你到12月30号，你跟大家讲说，明年的治水预算一刻不能等啊，请大家这一天通过，我赞成。但是现在还有3个月的时间，你说一刻不能等啊，所以那个这个就是话术。这里是质询，这就是话术啦。电视上这样抢话说，这个是明年度的治水预算，今年这个预算早就在你手上了嘛，现在大家审的是明年的嘛，那你说一刻不能等，好像现在就要通过一样。今年12月31号通过就可以嘛。现在是院长，我跟你讲，既然要和解饭要吃饭，大家不要吵架嘛。你讲出这种治水预算一刻不能等，大家就生气了。这个吃饭达不到效果，我只因为我那个和解饭讲一次，因为我没办法去吃啦。我是今年度的治水预算，建议有些话不要讲。151亿。好，然后再来哈，还有哈，刚刚那个廖先祥委员，不是这样永远没有办法沟通。我讲的是明年度550亿。当然嘛。我的意思说，我就12月31号你讲这个，大家可以接受嘛。现在10月你讲这就是话术了嘛。然后再来哈，我觉得你讲这个话呢，也污名化了原住民。你知道很多原住民朋友跟我讲啊，他说哇，现在搞得好像是原住民在挡治水预算。但是我的原住民朋友啊，他说，这个禁法补偿条例从3万到6万这个东西，这个不是恩给耶，这不是福利耶，这个是应该给原住民的补偿哎。那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啊，你让他的土地使用嘛，让他可以开发他赚到的钱绝对超过1年6万块啊。
可是国家叫他不要开发，因为水土保持，要给他补偿，变成一种恩惠啊！政府已经对你们很好了啦，你不要吵啦。包括那个原住民主委讲说，原住民的预算今年已经比去年多编了12%，哇塞，要原住民感恩戴德哦，把他们当作什么啊？重点是这是补偿，这是正义，这个不是恩给，不是恩惠。我希望原住民主委。好，谢谢叶委员，啊，谢谢卓院长。